兰这个国家的全民运动是当志工，从婴儿到100岁人瑞，从正常人到失能者，甚至视障者，甚至呢是已经住在护理之家的人，或者是呢失业在领救助金的人，都可以当志工。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，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。今天继续来跟各位介绍，是我们参访芬兰在家老化系列。芬兰人呢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把钥匙，为别人打开一个新世界。在他们的教科书里面甚至写说呢，因为被爱，所以我们愿意去爱。这也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到过的，在联合国遴选标准，芬兰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，其中一项就是慷慨，是他们这样的愿意的付出。那我们这一次参观了当布雷一个 Mama Kamuri 这个叫祖母之家，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志工中心，在很多城市都有。那这次我们去参访的时候呢，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们，她是一个年轻女性。她说我们正式员工只有8位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动员跟调度650个志工去服务了很多的年长者，就是65岁以上在家老化的这一群人。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呢，只要你愿意来当志工，他们会先问你想做什么。也就是说呢，常常在我们台湾是我们想要去当志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这个固定的工作在那里，然后你去填选你要做哪一项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些选项的。可能我这个组织或是我这个单位就说我需要有人做清洁，我需要有人做电脑文书工作，那你就只好在做清洁和做电脑文书工作当中选一个，但这2个都不是你的兴趣，因此呢，你可能做没有2天你就 quit 了，你就不干了。所以呢，到后来我们台湾的这些非营利组织可能就会希望大家尽量的捐款，因为呢，只要有钱，我自己去聘请人来做这些固定的工作，以免呢我这些固定的工作常常找不到人来做。但是呢，芬兰的祖母之家他们的做法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呢，他们先问你想做什么。像这一位的话呢，他就说我想做变装秀，因为我原来就是很喜欢穿戏服演戏然后打扮漂亮，所以他就自己呢设计戏服，自己设计道具，然后他就用这样子换装秀 cosplay 的形态去服务别人服务年长者。那他自己本身都已经是70几岁了他可以去服务90几岁的人。他说呢，他每个礼拜都会这样打扮成变装的样子去一个90几岁的一个年长女士家里去陪她聊天，或者是念故事书给他听，然后呢也会带他出去喝咖啡这就是他服务的方式。那有的人就像这样，他说我很擅长维修电器家电，或者是我可以帮忙换灯泡这些我身手很利落，虽然我年纪大了我还行。那么呢，祖母之家就帮他媒合，有的人呢家里需要换灯泡，年长者独居在家里，那这也很需要就帮他媒合。那有的人就说呢，我很喜欢做布置，可是我的工作呢不是在做布置的，但是我个人的兴趣喜好是我喜欢做橱窗设计。像我们也会嘛，我们看到那个橱窗很美，我们都很心动，但是我们的职业也没有给我们机会做橱窗设计。那现在退休了，反而他来到祖母之家的时候，他就说你这个玄关都空空的，我来帮你们布置好吗？好因为祖母之家认为呢，你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服务，让我们志工的服务更多样化，所以他就来把这个玄关布置的这么可爱又这么的 cozy。 那还有的志工就说呢，我喜欢做艺术创作，我想要用艺术创作来服务人群，这是我所喜欢的。那么呢，志工之家呢就帮他媒合，就是呢这一段圣经他讲的是耶稣是一个好牧人的故事，然后圣经有这个点字版，那么盲人他其实是可以用点字书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。那现在呢，为了让他们能够接受跟享受到艺术的领域的话，他们就协调这个擅长做艺术创作的人，用浮雕做出这样的一个牧羊人耶稣是个好牧人，然后旁边有小羊，然后有花草，然后有现场的志工可以去在他摸到这些浮雕的时候告诉他说，你现在摸的这个是什么颜色这个花是黄色然后这个草是绿色，这样来服务他。或者是说呢，有的人说我很擅长织毛线，帮助你们织毛线织披巾织帽子织袜子都可以那有人不擅长，但是他说我可以捐毛线，于是呢这个毛线就送过来，然后呢就有志工在这边就是编织。光是这些手工品义卖
在2005年的时候，据说就已经达到了4000万，是给这个祖母之家呢有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哦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资助。那甚至我们也不要觉得就是说好像当志工就是只能够去人家家里嘛，也不是哦。有的人他说我很喜欢喝咖啡，我知道好多好的咖啡店，芬兰人喝咖啡是全世界喝最多的哦。那他既然这么爱喝咖啡的话，我就带一个在家老化的年长者去喝咖啡。那当然这个计程车的经费的话呢，是可以由志工之家来支出的哦。那他们也会帮这些志工买保险，就是如果你有带这些年长者出去的时候有什么状况的话，这些志工是被保护的，有保险保护的。那你看你是不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而且你去喝咖啡有个伴也不错，但是你今天同时又去服务了一个在家老化的年长者，带他出去喝咖啡。或者是说你很爱聊天，那么有一些独居的年长者，他正好需要有人陪他聊天，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工作，祖母之家就帮你媒合。那或者是说呢，你擅长采买，那么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就是需要采买啊，那你就可以带一个老人跟你一起去采买，然后你还可以跟他介绍说，好像这个品牌比较好，这个品牌怎么样哈，好吃，嚼得烂这一类的，做你喜欢的事情。然后把它变成同时可以服务别人的事情，那么这个就是祖母之家呢给你的一个很宽广的一个服务范围哦。就像我在祖母之家里面就是遇到一个退休的老师，那么他就有很多的好朋友，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。那么他就跟祖母之家讲说，我这些好朋友也都退休了，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人有分享的机会，我可以请他们来这里办讲座。那他就每周都帮祖母之家办讲座，然后呢，就祖母之家就可以去邀请志工也可以来听啊，那可以行动方便的这些年长者也可以来听啊。因为独居在家的年长者未必见得都是行动不便嘛，还是有人是行动方便的，那他们就有机会来办一个小型的讲座，场面也非常的温馨。然后呢，这个退休的老师他也得到了一个发挥自己的机会，因为呢，当我们在贡献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同时的更加的有自尊。那这一次除了祖母之家之外，我们又参观了一个视障学校，是在 Vasa 的时候参观的。Vasa 我们讲过，它是在这个芬兰的西南边。那这个视障学校呢，各位可以从这张照片里面看到，这里有一个人戴着一个颜色比较深的眼镜。这一位的话，他是一位牧师，但是他已经是视障者了哦。那这个视障学校其实他们的正式员工也非常的少，那他们也是一样组织动员了许多的志工来一起帮忙。那他们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呢失能是一件普遍的事情，所以呢也并不需要因为你今天是视障而感觉到自己是低于别人。在芬兰人的想法里面呢，失能是普遍的。他说呢，一个人或多或少在每个时期都有可能失能。那每个人呢，在他的全部的功能方面，他都或多或少有某个部分是失能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呢，头脑非常聪明，但是他的肢体非常的矬。你叫他呢做个什么东西，他都做不好，弄什么东西都弄坏，修个东西就把那个机器拆开之后就斗不回去了，这样。这也是某一种失能。那像我们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，我们学到精神科精神医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状况。比如说强迫症，也许呢是10分或者是9分的强迫，我们称它为强迫症。但是其实呢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发现某些状况，我们可能就5分、6分的强迫性格？所以，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叫做正常。所以，芬兰人他们不认为，如果自己是视障者的话呢，就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低下？他说呢，视障者也是人，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，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同行者，他们不叫做照顾者。意思呢，我们需要有人陪伴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需要被照顾。因为呢，我们虽然呢少了视觉，但是我们有触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，我们的五感里面有4感会更加的强化，所以我们只是 we see the world in another way。他说呢，我们只是呢看这个世界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看哦，你们是用眼睛看，我们可能是用其他4感。触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来看，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低于其他人，所以呢，他们也不希望别人去同情他们啊，或者是去怜悯他们。他们觉得是我需要陪伴，我不是需要你的照顾。人能做的事情，视障者都能做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可以打保龄球，他们也可以打高尔夫，他们也可以搭邮轮，他们一样可以去 water jogging， 所有的事情他们都可以玩得非常开心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。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同行者，就是 fellow worker。
那这些 fellow worker 要被训练，比如说呢，我们想要带着一个视障者过马路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拽着他，是让他可以碰到我们，这样来引导他。也就是呢，视障者可以摸着你，然后他另外一只手还可以操作他的盲杖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盲杖呢，它是要这样子左右点的，所以呢，你不要挨着它太近，让它能够在行动上面呢空间稍微大一点，那这个让它方便一点。那么这个视障的牧师他也告诉我们说 ，I live a good life, but not a natural life。他说呢，我们人生活的这个 natural way 啊，这个自然的这些生活方式啊，他没有办法，但是呢，他仍然可以活一个非常好的生活。I live a good life。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是terrible life 啊。miserable life 啊，你看这是多么正向的一个想法，因为他们真的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一份力量哦，所以呢，不管你是失业，你是失能，只要你愿意贡献，他们都给你机会，让你把你的那一份力量摆出来，不管是在就业市场方面，或者是在志工市场方面，然后也都尊重你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人，然后珍赏你的那一份，因此给你这样的机会，也不想要人家就是过度的同情跟可怜他们，然后整天就是用补助金给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反而没有工作机会。那在现场的时候，我也讨论了一下，像我们台湾的话，在过往是有一个按摩的这个工作呢，是保障给视障者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就是在649号的大法官解释文里面呢，就认为说，把按摩这个工作保障给视障者啊，让明眼人不能够去从事按摩工作，违反了平等原则，违反了工作权，然后呢，违反了比例原则，所以就宣告违宪。那个时候宣告违宪的时候，其实台湾的视障者是非常愤怒的，他们会觉得说，我们的工作机会已经那么少了，你竟然还把这个按摩工作给我们拿掉，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来跟人家比呢？我们如何的能够正常的在这个社会上谋生呢？这个我们可以理解，真正能够说到视障者也是人，然后人能做的他们也都能做，可以让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是比保障一个单纯的按摩工作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更重要的。在芬兰的这个观念里面，不是那么一昧的盲目的去同情别人跟怜悯别人，然后把别人当成弱势。也许你的怜悯跟同情呢，只是弱化了人家该有的功能，然后让他也得不到尊重。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大家自己以为的那种同情心跟过度的怜悯，去转化成为对别人呢，或者是对失能的人的尊重，跟创造机会，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，让他们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服务方式，或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摆上力量的一个方式，这是更重要的。下次跟各位继续介绍芬兰参访在家老化系列，谢谢。